们最欢迎的是有钱的老板和个体户，但真正经常光顾他们场所的，主要是地痞流氓、小混混、有权有势的公职人员。这些人往往是嫖人不想给钱，还喜欢吃拿卡要。有钱无权的个体户、私人老板，他们喜欢包二奶、找情人，并不喜欢光顾这些卖淫场所。这些卖淫场所经常被黑社会、公安、乡镇干部们敲诈，他们又往往对偶然上门的农村寡汉进行敲诈。他们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没有做生意公平买卖的意识。这些农村寡汉。我在农村开小店很多年，很多农村寡汉子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待在我的小店里闲聊，男女关系、性话题是他们经久不衰的、最感兴趣的、最主要的内容。在农村，寡汉占男人比例很高，因为农村重男轻女，很多女孩还在母亲肚里，被 B 超确认后就被引产了，也有很多一出生看是女孩，立即就被搞死了。所以农村女孩本来就少，这种情况现在更加严重，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女孩嫁到了城里。像我们这里属于不发达的农村，寡汉的比例更高，大约是1/5。结婚后，女人受不了家里的贫穷，外面世界的诱惑，中途跑掉了就更多了。农村寡汉找不到老婆，自身原因也是有的，主要有以下5点： 1. 家里穷； 2. 自身素质差，长相差； 3. 残疾； 4. 父母亲不管事； 5. 个性太强。在农村搞对象，一般都是父母和媒人做主。如果男孩的个性太强，不随大流，是很不利的。农村一般要求男孩子本分、老实、随大流，张扬的个性往往招来女方父母和媒人的反感。我年轻时长相很帅气，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能说会道，但是由于个性强，媒人给我找对象时屡战屡败，拖到28岁时，我才下了决心，自己去找了对象。那时候农村自己去找对象是非常稀罕的。不过现在随着改革开放，农村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，老实巴交的农村男孩也不吃香了，而个性强的男孩开始受到农村女孩的欢迎了。在农村寡汉中，比较正派的、愿意上进的、积极努力的，一般都和同村一个男人或明或暗地共享一个妻子。一般情况是，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在家里是弱势，而妻子是强势。有时候一个强势的妻子由于和几个寡汉有关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麻烦不断。这些寡汉都要经常给这对夫妻好处，老实巴交的寡汉都会默默的、长期的给他们家帮忙做事情，干农活，换得1年几次床上女人的肉体享受。奸猾的寡汉一般都是短期行为，给点钱，给点好处，和人家女人上床几次就完事，过一段时间兴趣来了，再去求人家，如果付出了代价，没有得到回报，就会骂骂咧咧的。怎么和这个女人的丈夫及其家人处理好关系，是寡汉们最重要的功课。一般是在他们家，寡汉多做事情，多送财物，少说话，少参与家庭意见，就可以长时间共享一个女人，否则都是短期行为。一般寡汉和这个女人的丈夫关系都容易相处，就是和女人的婆婆难处，他们好像是天生的敌对。随着改革开放，乡镇出现了很多暗娼妓女，寡汉们觉得和别人共享一个女人太窝囊、太麻烦、不自由，不能够想来就来，他们对这些暗娼妓女就非常幻想，但是实际上也只是幻想，真正嫖娼的寡汉并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乡镇这些卖淫场所都是黑社会或者有后台、有背景的人开的，他们要高端大气，他们对蓬头垢面的农村寡汉很反感，看不起他们，觉得他们的光顾降低了自己门店的档次。他们最欢迎的是有钱的老板和个体户，但真正经常光顾他们场所的，主要是地痞流氓、小混混、有权有势的公职人员。这些人往往是嫖人不想给钱，还喜欢吃拿卡要。有钱无权的个体户、私人老板，他们喜欢包二奶、找情人，并不喜欢光顾这些卖淫场所。这些卖淫场所经常被黑社会、公安、乡镇干部们敲诈，
他们又往往对偶然上门的农村寡汉进行敲诈。他们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没有做生意公平买卖的意识。这些农村寡汉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熟人带着，贸然进去，几乎100%被宰。不但女人的边没有摸到，而且金钱大受损失，洋相出尽。也有很多档次低的卖淫场所，站街女一般都是外地人来开的，藏在小旅馆里，可惜一般寿命不长，被农村寡汉们发现后，等他们带着同伴上门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关门大吉了。这些小旅馆里的卖淫场所都没有后台，是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的重点对象。这些低档卖淫场所价格低，门槛低，那些有背景的卖淫场所觉得他们影响了自己的生意，往往一个举报电话就把这些低档卖淫场所扫地出门。农村寡汉的性问题实际上是很糟糕的，你和他们聊天，他们死要面子，吹嘘自己和许多女人有肉体关系，实际上很多寡汉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碰过女人的身体，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。他们经常调侃说，死了，到了阎王那，把那东西往阎王面前一灌，说老子一次没用，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在生活中，这些寡汉没有了性的乐趣，一般就喜欢赌博、喝酒，很多寡汉因此没有上进心，一生穷困潦倒。农村也有寡汉忍受不了性饥渴，冒险强奸路人，甚至强奸动物。我们这儿曾经就有寡汉强奸母牛的事情。可能有网友觉得我张翔前写这篇文章特无聊，其实在农村男人中，性的问题不光只是寡汉有，结婚的男人同样有。这些性问题对农村男人影响深远，如果你不了解这些，你就无法了解农村男人，也不能够理解农村男人有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。我在14岁的时候就有了性意识，19岁那年去了外星球旅行了1个月时间，多次和外星人发生性爱，那感觉就像小狗掉进肉池子里，大口开荤。可是我回来后，一直到28岁结婚，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，没有碰过一个女人，性饥渴给了我巨大的痛苦。有时候实在难以忍受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睡到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或者身体贴在墙上。有时候使劲地勒紧内裤，想出各种方法，有时候各种办法都想尽了，仍然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就出来了，只能躲在被窝里哭。22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晚上，我和一户人家一起过铁路，这家大人手上都拎着东西，让我把他们10岁的女儿抱过铁路。我抱起了他们的女儿，黑暗中，我强烈地控制着自己狂乱的心，在这个小女孩的脸上吻了一下。回去以后，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感觉自己活得太苦了，太窝囊了。越是想女人，见到女孩子时心里就越紧张，越不敢说话，尤其是在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面前。就这样，我的婚姻成了问题。我在芜湖的时候，有一个叫王有明的朋友，他长得不咋地，却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。有一天，他邀我一起去挖黄鳝，我们在田野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在除油菜地，他慢慢地走到这个女孩面前说，小妹妹，一个人除油菜多无聊啊，我来陪你聊聊天。滚，流氓样，看着就恶心。那女孩厉声斥责，我觉得很难堪，劝王有明离开，但是他不听，依然在废话，我只好一个人走开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王有明都没有过来，我就去找他，在那女孩的油菜田找到了王有明。我大吃一惊，只见王有明和那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2个人坐在田埂上，挨得很近，有说有笑的，我真是彻底服了他。后来王有明带着我到处找女孩子聊天，其实就是和女孩子废话，这个过程逐渐锻炼了我。后来我没有求媒婆，自己一个人就找到了我现在的老婆。如果不是王有明这个朋友，我可能也加入农村的寡汉大军。我找的老婆还算漂亮，身材很好，但是品德极端恶劣，蛮横不讲理，脾气暴躁，喜欢吵架，在家里无事生非，经常是找茬吵嘴。看到我母亲，
10次有9次都是开口就骂，而且都是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。在众人面前，我成功的事情他提都不提，失败的事情数落个没完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有时候兴趣来了，想找他来一次，他的话瞬间让你兴趣全无。你对你妈好，你去搂你妈睡呀，找我做什么？你去和你妹妹睡吗？找我干什么？这些话都是在没有争吵、正常情况下说出来的，这是出自一个想不出更恶毒的话的女人之口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半个寡汉。离婚吧，28岁以前的可怕经历就在眼前，不离婚吧，这种刻薄的女人真的是受不了。我们村一个姓王的小伙，高大魁梧，相貌堂堂，他找的老婆真不是个东西，刻薄尖酸，废话数落起人来没完没了。王一气之下把他打跑了娘家，王不肯低声下气去赔礼，结果这个女人出了远门，和别的男人走了，而王10几年时间仍然是光棍。这个人现在变得神经兮兮，变态，毫无自信。在农村，我们那一档子很多家庭不给女孩子读书，造就了这些女人的无知愚昧。在农村这个特殊的社会，最底层、最恶劣的环境中，一切人性都是被极度压缩的。男人要想维持婚姻，维持有性的生活，就必须要隐藏自己的个性，把奴性发挥到极致。即使你有老婆，如果逞一时男人威风，图一时痛快，把老婆打跑了，可能以后几10年时间，性饥渴就会煎熬着你。